大四这年，金圈少爷陈中森拿一套四合院和兄弟们打赌，1周之内拿下我这个贫困生。夏新菊，做我女朋友吧。大学欺负了你4年，都是我的错。现在我才想明白，其实我都是因为喜欢你。答应他，答应他！我明知道这是做局，只要我答应，下一步就是被甩掉，然后变成全校的头条笑料。换做之前，我肯定毫不犹豫的拒绝，但现在我改变主意了。家里的钱都被你输光了，哪里还有钱？没有了，没有钱了。那你没有钱，没有钱！谁去？我就只是剩了一点养老金，你把它拿走了，我和新菊怎么办？下个月记着我还来，记得多准备点。到时候要是没有，老子竹竿子给你劈断！家门不幸呐，小橘子，下个月这个逆子还要来要钱，我们该怎么办啊？会有办法的，我有手有脚，一定会想到办法的。在一起，来，女朋友抱一个。我去，我们输了，这都能输？你提输了吧？是你们怀揣着恶意送上门，那就别怪我给你们反向做局了。不会吧？怎么了？好欢人啊！你什么意思？不好意思，你的好兄弟们把你拿我开赌的事情告诉我了。谢谢你们帮我，虽然你们是为了哄我开心，在背后说了很多陈中森的坏话。什么？但是我不喜欢出卖兄弟的男人，你们之中，我不会选择任何一个。就是你，就是你干的！每一次就是你，对，是怪你，下次就是你，不是你，老子把你们当兄弟，你们就这么搞我的是吧？我妈那这么多次穷鬼，怎么可能看得上她？你看我干嘛呀？我眼光有那么差吗？不是我，不是你，难道是我？你呢？敢当叛徒，不敢站出来吗？对啊，谁呀？站出来啊！又不可能是我干的。没有人会出卖陈中森，我是故意这么说的。像野草一样长大的我，从来都不相信天上会掉金子以及白马王子。我只是加了陈中森的微信，然后顺藤摸瓜找到他的小号，识穿他的阴影。敢做内鬼不敢站出来吗？对啊，你给我说清楚，谁啊？到底是谁在背后阴我的？就我们仨，他们俩这事吗？难道是我们？哎呀，这背后阴你的不止一个，我要都告诉你，你得多崩溃呀！再说了，为了一个女人伤了兄弟情，哎，不值当。算了，我还得上班呢，我就先走了啊。资本，这次轮到我给你们做局了。
经拿到了鹏城大厂的 offer， 这个月让奶奶先在养老院躲一躲，下个月再一起走。业务费、房租、生活费，还有奶奶的药费，这个月又得多做几份兼职。跟我走，去陈中森面前解释清楚。我没有那种义务。你和我根本就没有私下联系过，你根本就是骗人，必须解释。那你拿我打的赌开涮，就有理了。我为什么要帮一个伤害过我的人做解释？我们穷人也是有自尊的。让开！自尊心？你的自尊心值多少钱？我就看你不谈钱。很贵，你买不起。很贵，你买不起。自尊心很贵，我买不起。2000万，我给祖宗烧冥币都没这么大方。去给我解释清楚，你开个价。你们有钱人的游戏，我无意参与。好，好，好，敬酒不吃吃罚酒是吧？这家店是我家的，你被开除了。你卑鄙！最后一次机会，拿钱办事，去给我解释清楚，行还是不行？行。兜里没几个子儿，还和我谈自尊，要多少？我转给你。4500就够了。做梦都不敢做个大的，4500够干什么？怎么怕我告你勒索啊？4500够给我奶奶买个助听器了。我原本是打算拿我兼职工资买，但现在应该是没有工资。我奶奶她身体不好，所以我就想给她买个助听器，让她好好听听我的声音。陈中森那边我会给你解释清楚的。不是，我不是那什么。赵一凡，和我打心理战，你还嫩点。你们学习比不过我，就一直用尽招数打压我。可我们穷人也有自己的生存之道。这笔钱够奶奶去养老院住1个月了，这钱我会还的。我只不过是提前提取出来，反正这是你们欠我的。这个月赚够带奶奶离开的钱，我还是很有信心的。夏星菊，你站住！夏星菊，你等等！他反悔了，到手的4500不会要飞了吧？那什么，夏星菊，有话就说。我赵大公子，你该不会是良心有些过不去，想说点什么，但是又低不下你高贵的头颅吧？我其实也是奶奶带大的啊，我和我奶奶的感情也很好，我能理解你和你奶奶的感情，我们其实是一类人。都是奶奶带大的，就是一类人吗？真的？我刚刚搜了一下，最好的助听器也要1万多，给奶奶用的就要最好的。我的天哪，这冤大头也太自觉了吧！不行，这太多了，我把钱退给你。不行，就当是我借你的，不要利息，我也不会催你还，好不好？那行吧，那这钱我一定还给你，谢谢你。
没什么事的话，我就先走了。等等，还有什么事啊？天这么凉，你怎么连件外套都不穿？啊，我只有一件外套，洗了还没干。问完的话，我就先走了。干什么？赵一凡，你这是绑架！你可不能说不要，吊牌都摘了，1万块钱对我来说不值一提。哎呀，很久没这么暖和过了。赵一凡，谢谢你啊，这次是真心的。啊？你说的是真的？啊，天冷了，快回宿舍吧。好。赵一凡，名牌大衣一件。出卖森哥的是赵一凡吧？哟，一件衣服就给你哄开心了，眼皮子可真浅。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哪样？你这种爱慕虚荣的女生我见多了。走，跟我找森哥说清楚，还老子清白！你喊什么呀？这件衣服是赵一凡买来给我赎罪的。他今天问我为什么总穿那件丑不拉几的衣服，我妈不给我买吗？我就告诉他，我妈在我3岁的时候就去世了。他可能觉得自己过分吧。你妈死了？不是要给陈忠森解释吗？走啊，带路啊！哎，等一下呗。少爷，又有什么吩咐？你咋哭了呀？我说风吹的，你信吗？哎呀，行了，今天太晚了，改天再说吧。不，早点说清楚，早点跟你们毫无瓜葛。哎呀，哎呀，夏金菊，你别哭了呗。哎呦，我错了，我的错行不行？我错了。哎呀，好了，哎呀，这事到此为止了，你不用找陈忠森了，我也不会再找你麻烦了。你快回去吧。哎，你别扔了！喂，我信了。哎呀，我信他是赔礼道歉的了。哎呀，我此刻的背影看上去肯定是倔强又可怜。看吧，看得越久，愧疚感就越强。妈，对不起啊，利用你一下。不过，你在我3岁的时候就抛下我走了，这跟死了也大差不差吧？嫁给那个人渣抛下我，我能理解。那你也应该理解一下我，我现在真的需要钱带奶奶逃出火坑，所以你不会怪我吧？2号宿舍楼底下垃圾桶里我放了件名牌大衣，便宜卖给你，速取。奶奶，我今天下午没课，哎呀，我待会儿就来看您。我在校门口，来一下好吗？不是找你茬，我是想跟你郑重道歉。看来鱼儿是上钩了。我有事儿，也不想见你。就你们家小橘子来的勤，真孝顺呀！要是我有这么好的孙女，得多好啊！甭提了，我们家那没心肝的，上次来还是1年前了呢。
各位爷爷奶奶，我奶奶她初来乍到，还好有你们帮她。我这儿呀给大家带了一些礼品，到时候你们就拿去分了，就代表我谢谢你们。那真懂事儿。先打麻将啊，打完麻将你们都拿回去，别客气。谢谢。那谁赢了呀？哎，陈院长来了！呀，陈院长，你说这么多年，你是我在养老院里见过最孝顺的孩子。你叫夏新菊对吗？你奶奶呀，经常把你挂在嘴边，我这耳朵都听起响了。我是这家养老院的老板，我叫陈子轩。小橘子呀，陈院长对我们这些老人们都特别宽厚，你要好好的谢谢他。谢谢你啊，陈院长。没事，这家养老院是我妈一手创立的，她生前呢就一直希望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现在我继承了她的遗愿，以后有什么麻烦的事儿随时找我。我还有事，我就先走了。爷爷奶奶们，你们继续打，我先撤了啊！好，拜拜，拜拜，拜拜，再见，陈院长。陈子轩，姓陈，名字好耳熟。小橘子，那个人是你认识的吗？他怎么一直盯着你看呀？果然来了。果然来了。奶奶，我还有点事，我先过去一趟，你先跟他们一起玩。好，你慢点啊！夏新菊，你跟踪我？你说的那么难听吗？你不回我消息，我迫不得已。你想干什么？我是来给你道歉的。我给你买了几件衣服，应该很适合你。那天赵一凡买那个大衣牌子，我认得，我买的更贵。赵一凡买的大衣卖2手都值5000块，这个还更贵。谢谢，但我不需要，我已经冻习惯了。哎，你别开玩笑了。我没开玩笑。如果世界末日极寒来临的话，我肯定比你们这些欺负穷人的富二代活得更久。哎，对不起，我知道我们很过分，大学4年欺负了你太多次，对不起，我是真心给你道歉。而且陈中森那个赌局我没参与，我发誓。是他天天问我，我才让你跟他解释一下。我不相信你，你们兄弟都是一样的人。他就是个垃圾，你怎么能让他跟我比呢？还好兄弟呢，我看你们5个人能拉8个去。感冒了，新觉，带你去医院。你来找他干嘛？出卖3个人，不会就是你吧？你少他妈给老子泼脏水哈！你又来干什么？你不会早就看上新菊了吧？就你这德行，新菊能看上你啊？我呸！庄虎，你什么德行？你在背后说了他多少坏话？那是我俩的事儿，跟你有什么关系？赶紧给我让开啊！新菊现在感冒了，我要带她去医院，别在这耽误时间，滚！新菊，你感冒了，我送你去。你凭什么在这横插一脚？我横插一脚，你还学老子给他买东西。新菊，我不知道他这些垃圾多少钱，我转账给你，你想买什么买什么。转账谁不会啊？我也给你转来。咱买衣服，你买1件，奶奶买1件，100件，1000件，支付宝到账值100万元。那个太多了，我不能收的。老子更瞎脸了！还说不是你们2个背叛，都抢着跟他转账了。你们2个为了一个女人，兄弟感情破了？不是，森哥，你误会了。都他妈急眼了，误会什么？还有什么误会的？不是你们给他钱做慈善啊！老子没你们这样的兄弟。够了，陈中森，你确实误会他们，他们2个没有出门。那你说，谁？没有谁，是我撒谎。什么？我不过是知道了你的计划，所以就将计就计，折磨了你们。不过这段时间你们也确实受够了折磨，我想就到此为止。到此为止？你害得我们兄弟反目，你一句到此为止就行了？道歉！给老子道歉！
新局又没错，凭什么道歉？他自己都说了，是他把我们给耍了，你们俩还维护他？夏新局，你这个穷鬼，我一定要再骂他一句，你试试。大脑袋，四面台，你们俩疯了是吧？夏新局，你等着，你把老子整这么惨，我一定会报复你的，我让你下地狱！新局，你别怕，人会保护你。地狱。你们知道，我从小没有妈妈，爸爸酗酒又赌博，好不容易长大，跟奶奶相依为命，还要被爸爸3天2头的要钱，还扬言要把我卖了。这是什么感受？新局，你这是……所以，我不需要你们同情。如果陈忠森他真的有胆来找我，那我会让他知道，地狱是我的乐园。你们转给我的钱，还有那些礼物，我都会退还给你们的。没事，送出去的东西我们不会收回来的。那我就替你们捐了，就当是给你们行善积德了。你们赶紧回去跟陈忠森和好吧。我知道你们是从小长大的兄弟，别为了一个陌生人伤了兄弟情。完美的收。秦总，虽然夏同学的成绩非常优异，但是他这一连串的手段，未免也太有心机了吧？如果天真无邪换来的是任人欺负，那耍些手段又何尝不可？一个年轻的女孩，有反击的勇气，有向上的野心，还有进退有度的仁慈。我很喜欢她。谢谢大家，我跟奶奶就先走了。快走，保重哈。有机会再回来玩啊。我说乖孙女啊，前2天那2个小伙子呢，你不跟他们告别啊？我看着他们都是很好的小伙子呀。奶奶，明天就跟我去彭城了，你开心吗？我跟你在一起当然开心了。走。哎，兴局，陈忠森发了疯了想报复你，他找人监视你的手机信号，想等你去到偏僻的地方再出手。你到机场之前记得关机，到了彭城立刻换个新的号码，知道吗？走吧。走了。还没追查到那个穷鬼的定位。少爷，目标好像关机了。关机？那个穷鬼今天就出发，关什么机啊？是某人甚至关机了。你们几个还有脸出现在我的面前？说说，东哥，你不觉得有点太过分了？闭嘴！夏新局那个穷鬼让老子这么丢脸，老子今天一定要让他跪在本少爷的面前低头道歉！你们几个立刻给我滚出去！陈家不欢迎叛徒！我们陈家什么时候轮到你了？姐，你们3个不是从小一块长大的吗？怎么翻脸了？姐，你不知道这2混蛋都干什么？我不知道，就你们这点伎俩能瞒得过我？陈忠森，仗着家里有几个钱就欺负一个单纯善良的贫穷人，结果被别人反手教训了，还恼羞成怒要报复。不是我们陈家什么时候出了你这么个丢人现眼的东西？你们2个跟我姐说的，用不着他们说。你前天在什么地方闹事，你自己心里不清楚？这是个养老院吗？是妈的养老院。陈忠森，那可是妈的心事，你居然都没有认出来吗？妈走之后，家里的事情你有但凡上心过1两？
我如果没有从国外回来，你到底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行，我小橘子呀，是奶奶拖累你了。奶奶，你才没拖累我。我现在马上就工作，等我到时候升职加薪，我给咱们买一个大房，到时候咱们住在一起，过最好的生活。你这个傻孩子啊！你工作之后不得嫁人啊？哪有成天和我这个老太婆粘在一起的道理？我才不嫁人呢！再说了，他要是不接受我奶奶，他是个什么好东西？你呀，哎，奶奶，你没事吧？你怎么开的车啊？不怪我，你自己看。龙哥，我跟你说的女孩，就是她。夏建国，你这个畜生！我怎么生了你这个东西？妈妈，老糊涂了吧？说什么呢？魏书记，你是怎么找到的？你爸爸现在跟明哥哥捞你还不跟玩儿一样？哎呀，这辈子受多香啊！爸给你找一大老板，先让我快点，那嫁不就钱多呀？你嫁过去，那就吃香的喝辣的，你一人得道。但是你爹、你奶跟你鸡犬升天，多大的造化呀！你打屁功啊，是不是龙哥？小橘子呀，都是奶奶没用，奶奶保护不了你。世子，陈宗森发了疯了，想报复，他找人监视你的手机信号。我错在不该低估人性的恶，也许我也不应该低估人性的善。少爷，我捉到目标信号了，瞎了你的眼吧？捕捉什么捕捉？赶紧把关！等等，夏新局不是有意要动你，怎么这个时候开机了？按照这个时间，他肯定还没有到机场。他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机场应该还好吧？哎呀，他这么鬼机灵的，能出什么事儿啊？再说我都没事最好，那万一有事呢？你们那么爱打赌，一个女孩的安危你们赌得起吗？啊！定位，机场北路35公里，开车过去需要半个小时。半个小时？这是哪儿？你们要把我们带到哪儿去啊？老太太，待会儿没你什么事儿，你就好好的待着。没事不怕。老闺女，跟爸走呗。你快给我随便！奶奶，放开我妹妹！别打我！别动手！听话啊，别逼老子揍你！小橘子，张哥，你那车那大老板啥时候到？快点！这个太牛了，大飞机来了呀！这票够大，龙哥，那黄老师真有钱啊！龙哥，你哪有那事？看你们没出息的样子啊，少不了你的。老大，你看。
老大，你看。龙哥，这不是黄老板的飞机啊！老大，这谁呀？是陈院长，小橘子，陈院长是来救我们的。放开新菊！放开夏新菊！新菊放心，我们来了，这群人奈何不了你。怎么回事？他是你女儿找的救兵啊？龙哥，我也不知道啊。不知道啊？那你跟老子搞清楚了。你们他妈谁呀？我是橘子他爹，是我们家家务事儿，你们少管闲事儿啊！把那破飞机给我挪开了。我是新局的男同学。别以为我们不知道你想干嘛，你想逼新局结婚，换你还债，这种事儿啊，我们绝不允许！啊，滚！你这个小兔崽子！啊，说了，这是我们家家务事儿，你们管得着吗？要是我们非要管呢？哎呀，给你们厉害的！你们怕是还不认识吧？我们家龙哥，兵强马壮，一个屁就能帮死你们几个小兔崽子。话糙理不糙啊！老子陈杰龙混了这么久，带出这么些兄弟，今天要是被你们几个小毛头给吓退了，那以后老子还混不混呢？哦，所以你的意思是，准备人多欺负我们人少喽？不然呢？你当老子吃干饭的呀？对了，就是人多欺负你们人少。啊，听清楚了吗？再开慢点，我陈子轩可是要被人欺负死了。我只给你们10秒钟。哎呀，摇人呢！行了，别以为租个破飞机就能吓到老子，老子吓大的呀！哎，兄弟们，咱们给他们读秒。10、9、8、7、6、5、4、3、2、1。大小姐，对不起，我们来晚了。还行，也就比我们晚了几分钟。哎，刚才是你说的人多就可以欺负人少，那我现在要欺负你，你没意见吧？是。我没劲。新局，你没事吧？没事。陈院长，幸好你来得及时，要不然我真不知道小吉子要被这个畜生害得有多惨。哎，不是妈。妈，您说什么呢？我给橘子找有钱人，让他下半辈子衣食无忧，我有什么错？你给我闭嘴！说吧，新觉，想怎么处理？我还是相信这个社会上是有法律和正义的。你不是经常说警察不管家务事吗？那你就去试试吧。不是，橘子，哎呦，我是血骨疼，血骨疼，哎呦！
各位，今天谢谢你们救了我和奶奶。你以为我们想来啊？你以为我们想来啊？还不是我姐夫逼的。你老来的这是不跟你说了吗？啊？前一句对不起。前一句，对不起，我不该戏弄你，更不该想着报复你。我以后再也不敢了。新觉，我已经替你教训那个混小子了，你就大人有大量，不要跟他计较。子萱姐，你们今天帮我解了围，也就算扯平了。我不会跟陈忠森继续计较。星爵，以后你一定要多加小心，不是每天都能这么幸运，有我们帮你呢。对啊，万一下次你再遇到麻烦，我们联系不上你或者没赶上，那该怎么办？我以后会小心的。幸运？我可从来不相信什么幸运。其实陈忠森、赵一凡还有孟辉3个人，那天在养老院大闹完，我就攒够了钱，可以立刻带奶奶离开。之所以后来又耽误了3天，那是因为我发现我爸在养老院周围鬼鬼祟祟的踪迹。我知道行踪已经暴露，贸然离开肯定会遇到麻烦。为了万无一失，我开始筹备出逃的计划。第一件事就是查清楚了陈子轩的身份、姓名。她果然是陈忠森的姐姐，而且是长姐为母的身份。陈忠森对她百依百顺。此后，对我上头的赵一凡和孟辉还跟我打小报告，说陈忠森铁了心的要报复。陈子轩说过，有事可以找他帮忙，不过他充其量是把我爸赶走，可这远远不够，我得设计出一场大场，给我爸还有陈子轩都留下深刻印象，这样做才能一劳永逸。我爸想害我，陈忠森想报复，这不正好可以来一出恶人自有恶人磨。星爵，以后你爸再也不敢骚扰你了，你可以不用离开了。对呀，你干嘛不要去彭城？人生地不熟的，不如留在海城。你如果要工作呀，我们孟氏可以给你。孟氏算什么？我们赵氏啊，可以给你更好的薪水和职务。你别想，你要是想来陈氏的话，也不是不行。谢谢你们，但是我一定要去彭城。为什么？星爵，你为什么一定要去彭城？彭城到底有谁在啊？哎，难道彭城有比我还优秀的人？这2个恋爱脑怎么什么都往那处想？星爵，你的同学们说的不无道理，你爸现在也被抓起来了，你也不用再躲他了，你为什么非得要背井离乡呢？奶奶，我去彭城，一来是想要躲我爸，二来是我觉得这对于我来说确实一个很好的机会。虽然说陈氏、孟氏还有赵氏都是很好的公司，但是你看他们3个人，到时候肯定对我特殊对待，我不喜欢，我也不愿意。而且我也确实想知道自己的深浅，想要好好闯一闯，所以彭城是我最好的选择。他爱去呗，这拦什么？这不过星爵，你去彭城对夏奶奶来说也是诸多不便。
你说你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这闯荡职场的同时，还要照顾一个年迈的老人，这期间的困难，可不是三言两语说得尽的。紫萱姐，我能照顾好奶奶。新君，你听我说完，我不是要挽留你，而是有个提议。夏奶奶可以继续留在我的养老院里，这样奶奶既不用背井离乡，你也不用分心照顾，而且我可以免除夏奶奶一切费用。我保证，一定会把她当成亲奶奶一样，给她最好的照顾。陈院长，这怎么好意思呢？是啊，紫萱姐，这不太好意思吧？这没什么不好意思的，我很欣赏你，想跟你做个交易。交易，其实很简单，我想让你协助我管理陈氏。这3年，我帮你照顾好奶奶，你只管去彭城做你想做的事情。等你证明了能力，想回归海城了，接下我的 offer 就可以。怎么样？这个交易对你来说很划算吧？的确很划算。不过，陈子轩做这么多，目的只是让我3年后回来给陈氏打工，是不是太简单了点儿？等一下，紫萱姐，我们赵氏可以给你更好的条件，我们孟氏啊，给的更多。一言为定。那我就等你回来了。新君，我也要。哎，新君，还有我。那就3年后见。其实当时我就知道，陈子轩说的 offer 并不简单，但我没想到会这么的离谱、刺激。不但让我卷入了陈家复杂的商战，而且还牵扯上我那个3岁之后就不曾谋面的亲生母亲。不过，这都是我从彭城回去后的后话了。夏新菊，你这蛮里有什么？眼前这个男人是我的主管，一个在我入职第1天就对我职场骚扰的人。于是，在他故伎重演的今天，我给了他点儿小教训。怎么会有订书钉？怎么会有订书钉？啊，主管，不好意思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我刚刚在递文件的时候不小心掉进去了。会这么巧吗？就是这么巧啊！哎呀，主管，你这手都破皮流血了，会不会得破伤风啊？要不我陪你去医院打针吧？哎呀，是啊，主管，你这手指都破了，赶紧去医院，要不然你让我们各个部门怎么办呀？好你个傻心菊，你给我等着，我待会儿来找你算账。看什么看？工作！哎，主管，你让我陪你去嘛？主管，你去应届生吧。在试用期间敢得罪自己的顶头上司，以后没你好果子吃。那你是觉得你随便让他吃豆腐，有你的好果子吃啊？新菊，我来彭城了，接你下班好不好？喜欢吃中餐还是西餐？我包下最顶级的，庆祝你入职。我姐逼我来彭城看你，待会儿你下班配合一点，跟我拍张合照，应付我姐。我说过，等我回来要跟你好好算账。李主管，茶水间有监控。啊，监控啊！你不知道监控可以关吗？我关个5分钟、10分钟，到时候就说故障，你能拿我怎么着？啊，李主管，你的意思是茶水间的监控被关了？
是啊，现在知道害怕了。刚才用定书钉阴我的时候，你就没想到吗？李主管，你别过来啊！你一个试用期都没过的新人，竟敢搞我！现在我就让你知道厉害！哎，李主管来人了！夏新菊，你竟敢用咖啡泼我！我要去公司举报你！李主管，怎么能冤枉我呢？我的咖啡还在咖啡机里，哪来的咖啡泼你啊？还敢抵赖，让我见！哦，监控被关了。哎呦，李主管，你下次在关监控之前，一定要看看什么热水啊、热咖啡的有没有关啊。哎呀，主管，哎呀，你这是怎么了？快擦擦。你今天下午去仓库盘货，老子不想在营销部见到你。李主管，瞧瞧，这本来在营销部好好当白领，现在倒好啊，搞得自己灰头土脸的。待会儿不会还得这样臭烘烘的挤地铁回去吧？啊！怎么一个下午不见，一身汗臭味儿？佳佳，上车。夏新菊，你跟林悄悄学历差不多，来公司的时间也差不多。他现在在办公室负责重要项目，而你却被调到了仓务部。你知道你俩之间的差距是什么吗？是你不识抬举。哦，对不起啦，新菊，我要坐着李主管的宝马回家啦。你呀，就好好的去骑你的自行车去。啊，对了，千万别臭到别人啊！跟他废话那么多干嘛？咱们走。开个兰博基尼了不起啊！这3辆豪车，随随便便就几百万。也不知道这几家富家公子哥是来找谁的。新菊，你终于下班了。夏新菊，你终于下班了。他们是来接夏新菊的。他们是来接夏新菊的。租的，肯定租的。夏新菊，2个小时，本少爷等了你整整2个小时，我这辈子就没有等过这么一个人。新菊，你辛苦了，我送你回家了。那个，新菊，你饿不饿？我订了2家鹏城最好的米其林，一个中餐，一个西餐，你想吃哪个？我带你去。他们的行动，每个人都不低于20万。天啊，这才是真正的富家公子，一来就3个，也不知道这夏新菊什么来头。怪不得他看不上你。你们臭钱了不起啊！败家女，低俗，让我恶心，下车。李主管，你刚刚不是很嚣张吗？夏新菊，抬头不见低头见，没必要搞这么绝。好啊，那你可要记得，以后再是仗势欺人的时候，可要好好掂量掂量自己够不够本。还有你啊，要依靠男人也要擦亮眼睛，别选这种水。你们3个的车我都不坐，我坐地铁。地铁还能坐？没坐过呀。新菊，新菊，我
等等我！挪车呀！哎，不挪车怎么走啊？哎呦，这天气！说吧，来干嘛？你都来了，我当然要来。赵一凡都来了，我肯定得来啊！我来盯着他。我还用说吗？我就是我姐逼的呗。你这么不乐意，赶紧走。对呀，你装什么警告？四面谈，大佬，你们两个混蛋！就因为他，这么多年的兄弟感情，说胃口就胃口了。哎，新局面前，不要说什么兄弟情，那是道德绑架。行了，别吵了。我不管你们来干什么，但是别影响我的工作跟生活，好吗？新局，你们那主管是不是给你穿小鞋了？我去办了。哎，这点小事我都解决不好，我怎么去赴紫萱姐的3年之约？那么也得换个安全的地方住吧。这个小区……哎，别影响我的工作跟生活。行了，我今天累了一天了，我求你们了，赶紧回去吧，好吗？喂，秘书，赶紧给我在鹏城幸福公寓买套房。对，哎，一定要10栋啊！哎，老刘啊，鹏城幸福公寓多少钱一栋啊？报问价。那是你姐。喂，姐，哎，我可能会在鹏城买一个房，你懂的，你懂的。麻烦事儿越来越多。就这些，年终大促，你们就给我拿这种方案出来，这跟去年的有什么区别？我要的热点呢？我要的创新呢？你们营销部干嘛吃的？总监，我们营销部人手不够，这时间紧，任务重，短时间内要拿出比去年更好的方案，确实有点为难呀。今年给你们扩招了这么多人，你还说给我缺人？人呢？人呢？哎，我，总监，我是今年入职营销部的新人，夏新菊。之前李主管为了栽培我，把我调到了仓务部，让我去熟悉这进货和发货的流程。现在我已经学透了，所以我申请从仓务部调回营销部，和李主管一起共同策划今年的年终营销报。你还挺懂得栽培新人。确实，新人啊，有必要进入仓务部熟悉一下发货、退货的流程，这对今年的大促销很有帮助。李主管啊，很有长进。不过今年确实缺人手，新人栽培的事情啊，要放一放，把人都调回营销部方案吧。谢谢总监夸奖，我这就把他抽回营销。哎呦，谢谢李主管，谢谢总监。行了，骂你们也没有用。从今天开始，不管是谁，实习生也好，还是试用期也好，只要有好的方案，都可以发到我的邮箱。一旦集团采纳，奖励少不了，到位。你是铁了心要跟我作对啊？你等着，这次年终大促要是拿不出好的方案，我他妈肯定让你滚蛋！敬请期待。哎，原来地铁还有限制充值数量，最高1000，怪不得我10万怎么充不进去。哎，1000块钱够做几次啊？你加一箱油都得700块。这地铁啊是真没商务座，难道就让新局这样每天跟那帮男人挤在一起？我可受不了啊！你们两个是不是有病？
每天到点准时守这么一个人下班，怎么想当年狗啊？你这么不乐意，你守着干嘛？我那是我姐逼的呗。哎呀，新局，我现在会坐地铁了，绝对不会给你丢人了。新局，这地铁没会员，但我想到一招，我给他们钱，1000块一个人，这样你就不用挤了。不是，哎，赶紧走吧，去吃饭了。哎呀，我跟你们说啊，我今天可没有时间跟你们闹。待会儿你们就赶紧走，我一会儿还得上楼去加班想方案，吃外卖去。你们赶紧回去。这是什么？你怎么有晚饭？自己研究一下。上楼。哎，现在多少外卖？管家，你知道外卖贵？喂，这咋扫开啊？那个别不弄了。你还别说，这猪脚饭的味道，不亚于米其林1星。我说我爸妈怎么打小不让我吃路边摊的东西，是怕我吃上瘾了。我家，帮我找一下附近有什么好吃的，我要都尝一尝。我请问呢，3位，为什么你们会进到我公司里面？还有，为什么围着我吃饭？来度假的？你们是来度假的？新宇，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有一哥们儿是 BAT 高管的儿子，我打过招呼了。以后这儿我们仨自出自入，你就别操心啦。我们特意来彭城，就是为了和你一起同甘共苦。你吃外卖，我们当然也要吃外卖了。你呢？我姐逼的呗，她非得让我跟你打好关系，也不知道你给她下了什么药，她这么看你。好，那你们就安安静静的吃，别影响我加班，否则的话，就给我滚出去！这化妆品的营销其实都大差不差，打价格战，那人人都能打。我要是要有一个有新意的想法，那我必须得有一个能够让所有人产生共鸣，直击人心。赵一帆，我有没有说过要安静啊？新觉，我这是在给你研究其他化妆品品牌。你看这个卖口红的主播，他可逗了，80块钱一支的口红，直播间的观众嫌贵，他破防了。现在他教育他们说他们是既没钱又不上进，这才买不起。 80，那不随便买吗？我充游戏都没有看到这么小单位过。哎，拿过来，我看看。哎呀，还是个大网红。直播间100万人在这儿兑现啊！那明天的热搜岂不是？啊，给！这是什么？我怎么看不懂啊？你们这3个不知民间疾苦的富二代，要是看懂了，我反而担心。不过现在，我可以直接发送给我的总监了。这一次啊，我们年终销量创造了历史记录，成为了全行业第1。这都要归功于夏新局，是他在半夜12点抓住了这个大热点，即刻写了一个可行性方案发给我，我们公司才能在其他竞争对手反应之前，利用营销热点创造了业绩奇迹。公司已经决定
奖励夏新菊20万元，大家鼓掌。这也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要不是总监您及时反应，要不是其他部门同事的积极配合，那这个奇迹肯定是不可能实现的。所以还是要感谢各位，大家要多跟夏新菊啊，不对，该改口了，大家要跟夏副主管多多学习。因为夏新菊的重大贡献，我决定提前让他转正，并且破格提拔他为副主管。以后跟李主管共同管理营销部的日常工作。什么？李主管，你有什么意见？那个夏新菊毕竟是刚进公司的应届生，提拔这么快，是不是不太合适呀？我怕其他同事不服他呀。你倒是进公司有几年？你年终的时候有什么成绩？你问问他们，他们服你吗？总监，首先非常感谢您的抬爱，但是我确实资历尚浅，所以日后我还要向各位同事还有李主管多多学习。这样吧，我决定从我20万的奖金里面拿出5万给大家发红包，感谢各位对我这个新人提出来的方案进行的大力配合，谢谢大家。谢谢梁副主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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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副主管，谢谢梁副主管。哎呀，这个怎么回事啊？夏新菊，不能骄傲，像乔布斯说的 "Stay hungry"， 永远都不要自满。夏副主管，喝咖啡吗？你这是在巴结人？副主管，之前的事我知道错了。那天被你教训完，我就觉得你好酷，然后我就一直反省自己。后来看到你工作的样子，那么快就立下大功，被破格提拔，我很崇拜你。崇拜我？你能不能教教我？我什么都听你的，你怎么说我就怎么做。看来这个林悄悄习惯依附强者，那天教训他，好像帮他打开了什么奇怪的开关啊。要不从好好工作先开始啊？好，我一定努力。乐观点，说不定有个小红包也还不错。新菊，恭喜新菊！你们怎么进来的？我们3个集资把这栋楼买下来，现在已经是你房东了。迎接自己的房子，不是理所应当吗？有钱真是能。他们准备的，跟我没关系。不是，你们庆功蛋糕点蜡烛啊？新菊，你今天过生日，你忘了？我奶奶告诉你们的。快吹蜡烛许愿。行，蜡烛我可以吹，这愿我就不许了。我不会许，我还是喜欢相信自己，
新爵，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翻蛋糕吧。疯了！给我！我要！先给我！你小孩儿，你这都讲？女大孩，哎，我就是小孩。哎呀，哎，行了，你那别吵，我再给你切一块，谢谢你们帮我庆祝生日，不过，以后别给我准备惊喜了，我不喜欢惊喜，我喜欢一切掌握在自己手里。信爵，今晚可能是我们3个最后一次给你惊喜了。我们3个今晚就要回家了。我们也想留在彭城一直陪着你，但我们3个都已经到了继承家业的年纪了，家里一直催着我们回去熟悉业务。家里报了鸡，我们3个今晚就一起回去吧。新爵，等我回家掌管了业务，我梦氏的大门永远为你敞开。我姐也叫我回去了，我早就不想待在这儿了。不是，你们把这个事情搞这么赶上干嘛呀？你们走了，那我刚好啊，我还得庆祝呢。我耳朵清净，我还能好好工作呢。信爵，3年以后你一定会回海城的，对不对？紫萱姐对我抱有期望，我总不能辜负她吧。不过还得看她给我安排的工作能不能达到我的期望，所以3年以后再说吧。信爵，我等你回来。新爵，我也是。我姐也是。行了，赶紧走吧，我还得休息呢。他们2个都走了，你在这儿干嘛？有事儿？没事，但有句话。说吧。对不起。知道了。这话已经说过了。之前是我姐逼我的，但这一次是真心的。跟你来彭城的日子很短，但是我看到了一个我从未了解过的你，我现在才知道我有多愚蠢。曾经有一个人跟你一样，充满活力，充满干劲，充满理想，但他比你少了一点坚强。我想或许当时的我足够成熟，能给他一点点的支持。也许之前是我错了，我再也不会这么幼稚了。再见。这人说的是谁啊？他们3个走后，我的职业生涯也正式踏入正轨，3步一个台阶，不断飞跃。1年后，我就成为了公司最年轻的部门主管。再过2年，我已经成为公司最年轻的副总监。3年之约已到，我决定请1个月假，回到海城，看看紫萱姐到底要给我什么样的 offer。悄悄，帮我订1张回海城的机票。是。哟，不是都说公务繁忙不会来接机吗？怎么到这么准时？有的人还好意思说呀？过去3年装守身如玉，家里人都快怀疑你喜欢男人了，你也不知道装给谁看。3年啊，
你们两个还是这么重雌轻，这是一点长进都没有。你清高，你来干嘛？子轩姐可没逼你啊，你别装。我可是听说某人在新局离开鹏城的时候，偷偷找他剖白心计喽。别以为这样你能洗白啊！我靠，我是给你们俩脸了是吧？你们俩，哎，我错了，我错了。你们三个吵什么呢？欣姐，欢迎回来。那个，我是带我姐来接你啊。哎，重新认识一下，我叫林悄悄，是欣姐姐的助理，兼头号心腹。对，她变幸福了。说来话长，啊，对了，子轩姐还有我奶奶呢。哦，我姐和夏奶奶在我家等你呢，走吧，别让他们等急了。嗯，走。陈一菊，上车，上车。赵一凡，我还是做你的吧，大学的时候做过一次，听我的。你们两个上我车干嘛？你车开得稳吗？我喜欢开得稳的。理由通上。那你们自己车呢？保时捷而已，丢了换一辆喽。新局，系安全带。出发吧！赵一凡，你这技术越来越好了。你小子开 F1 的吧？混蛋！后面坐着是没有前面稳当，怪我吗？而且你看，人家林悄悄又没事。你们两个人身体素质啊，可配不上我们新菊姐。新菊，小橘子，奶奶，奶奶，子轩姐。你看你都多大的人了，还是个小孩儿。那我在奶奶面前就是个小孩。好，好，好，你就是奶奶呀最心疼的小橘子。行啦，舟车劳顿，都别干站着了，进来吧。走。欣姐，这一天我可是期待已久了。子轩姐。那你这是认可我这3年的成绩了？这 BAT 营销部有史以来晋升最快、最年轻的副主管、主管、副总监，照你这晋升速度，30岁之前就能成为业务部的副总，这种表现万里挑一，我当然认可。所以我才请了1个月假，我想看看子轩姐准备开出什么样条件，让我离开 BAT 加入陈氏。一个非常特别且充满挑战的职务。那就是做我陈家的儿媳妇。什么？我不同意。我也不同意。子轩姐，这哪是 offer 呀？这明明就是诱拐！无耻！你们陈家太无耻了！行了，你们两个，我的事情什么时候轮到你们拒绝了？坐下。子轩姐，你是认真的，所以你从3年前就开始等我，让我嫁给陈中森，然后成为你的弟媳。这蓄谋已久，自然认真。那我也就直说了，我对陈中森没有兴趣。再者说，我想要嫁入豪门，有自己的办法。姐，我也对他不感兴趣。再说了，结婚这么大事，你也不会商量一下？你闭嘴！走。欣欣，你说的对，如果你真想下豪门，以你的能力，多的是选择，也轮不上陈中森这个不成器的小子。所以呢，我也不奢望你真的能看上他。
还是想你帮我一个忙，跟钟森假结婚。假结婚？假结婚，听起来荒谬又合理。不过，紫萱姐，你人脉这么广，我肯定不是你的第一人选吧？我确实有几个备选，不过你是我的最优选。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信得过你，也清楚你一定会真心实意的帮我。信得过我？从何说起啊？紫萱姐，虽然说你曾经帮过我，我也很敬佩你，但是这可不代表我一定会帮你。毕竟，小橘子，小橘子，陈院长是多么心善的人啊！他对于奶奶这个老婆子，就像亲奶奶一样的照顾，还有养老院的老人都受过他的恩惠，更别说也是陈院长帮你解决掉那个畜生的，不就是假结婚吗？奶奶也经常看短剧，人家里面的主演他都是这样的，多大个事儿啊！奶奶，奶奶，这照顾你是我应该做的。不过星爵，3年前我帮你解决了你那失职的父亲，3年后，你能帮我跟钟森从我那失职父亲的手上拿回属于我们姐弟的东西吗？等一下，紫萱姐，既然是假结婚，那得要有合同吧？不然他假戏真做怎么办呀？有道理啊。紫萱姐，你先拟好协议，让我跟一凡替新居把关。放心，我都已经准备好了。这个呢，就是，不行，加一条，双方不能同居，减少不必要的肢体接触，没有第三方监管，不能共处一室。陈钟森在家不能衣不蔽体啊。还有，有完没完？按你们这么要求，我干脆别在一个空间跟他呼吸一吹空气得了。你愿意吗？滚！行了，别闹了，拿过来。这协议内容倒是不错，不过，紫萱姐，我从来不打无准备的仗。说说背景吧，你们陈氏怎么整？我爸一共有3段婚姻，这第1段婚姻不欢而散，有了我大哥陈昌盛。第2段婚姻就是我妈妈。我妈妈是个去支教的乡村教师，充满了活力、干劲和理想。我爸是在下乡考察的时候遇上她的，一眼就爱上了她，然后迅速结婚，生下了我和钟森。不过我爸没多久就出轨了，生了一个私生子，叫陈继宗。之后我妈就郁郁而终了。对方是个颇有手段的女人，听说有过一段不幸的婚姻。4年前我爸病逝，陈氏基本上就被那个女人所把控。不过我爸留下了遗嘱，经办的律师表明，这遗嘱的受益人只有子女，没有配偶。不过还额外增加了一个特别的条款，那就是这财产分配的比率需要通过几个子女最终考核才能确定，而这份遗嘱1周之后就会宣布。燕君啊，所以现在你明白我为什么要跟你立下3年之约了吗？所以你是在等遗嘱的宣读？那你父亲为什么不早早宣布，非要等到这个时候？因为1周后，他和那个女人的儿子陈继宗就22岁大学毕业从美国回来了。这么看起来的话，你们的胜算很小。是很小，不然我也不会花那么久去物色真家产的合伙人。内容很不错，不过紫萱姐，报酬怎么样啊？你这个工作不但要让我去除 BAT 的职务，而且还要假结婚，这难度也不小。要是报酬达不到我的预期，我也不会接。1个亿，你们陈氏几千亿的家产，我就算是帮他拿到300亿，你给我1个亿，未免也太少吧？哎呀，新菊啊，你姐可不是那么小气的人，我说的是1成。律师说了，
最差中森也能分得30亿的家产，也就是说，你什么都不用做就可以分得3个亿，这待遇绝对是 BAT 给不了你的，如何？有大钱不挣，何乐而不为？合作愉快。现在的当务之急就是去领证。陈中森，走。啊？这么快？你还想选个黄道吉日？你是去争家产，这种程序上的事情还是越快越好。金爵，这场婚宴筹备就交给我。虽然你们是假结婚，但对外你毕竟是我陈家的儿媳妇儿。这场婚宴我一定会做足排场，我一定会让所有人都知道我有多看重你。紫萱姐，你做事我放心。哎，都是假的，都是假的，都是假的！马上就离，马上就离，马上就离！发什么呆？等真安事情结束后，你就会跟我立刻离婚，对不对？放心吧，我一刻都不会耽误的。更何况你姐在结婚协议上写的那么滴水不漏，除了我应得的报酬，不会分走你1分钱家产的。那样做。哎，俏俏，走吧，咱们得回去赶紧研究城市的资料。哎，我也要去，我也去。等我一下。中森，我警告你啊，你是假结婚，你要是敢假戏真做，我们兄弟都没得做。陈中森，你要真敢对新居干什么，小心我孟家跟你陈家决裂。随便你们，我对他们不感兴趣。小橘子出来了。天女下凡呀！邵一凡，请对我未来的太太尊重点。怎么样，小橘子，你真是太美了。虽然你只是想结婚，但是奶奶忍不住要哭了。奶奶，我就说嘛，不让你来。我这是假结婚，你都哭成这样，那我要真结婚，你哭不出来怎么办？待会儿你就跟着他们上楼好好休息。好好好，奶奶也盼着你真结婚那一天啊。走吧，奶奶。怎么，紧张了？紧张？我有什么好紧张的啊？我只配合我姐而已。说到底，你是来我陈家打工的，那你好好表现啊，别穿帮。陈中森，转过来，看着我。夏金菊，夏金菊，你打我！你敢打我？为了打醒你。打醒我？打醒我什么？让你知道什么叫做主从关系，是你需要我，不是我需要你，是你陈家来找我帮忙，而不是我是你们的一个打工的，听懂了吗？看着我，哪有一个丈夫不敢看自己妻子的道理？陈中森，我问你，你想不想给你妈妈出口气？为了那个充满活力、充满干劲、充满理想却因为不够坚强而郁郁而终的人，作为他的儿子，你想不想为他争口气？我当然想，但他比你少了一点坚强。我想，或许当时的我足够成熟，能给他一点点的支持。你知道了？我说了，我从不打无准备的仗。紫萱姐也是。紫萱姐，
这结婚证都领了，你总该跟我坦白了吧？坦白什么？坦白你选择我的理由啊！除了我的个人能力以外，其他的理由。其实你真的很聪明。我选你，不仅仅是因为你聪明，还有因为你跟我妈妈长得很像。其实我一看到你，我就知道钟森为什么会找你。心理学认为，人在择偶的时候，往往会选择跟父母相像的人，因为那是自己最亲近的人，总会有种莫名的熟悉感。不过钟森还是不够成熟啊，这20出头了，还跟个小孩一样，就喜欢女生的辫子来引起注意。子轩姐，跑题了吧？其实钟森是个很可怜的孩子，至少我还享受过短暂的家庭温暖。可钟森从出生看到的，就是我妈怎么遭受我爸的冷遇，怎么变得郁郁寡欢。所以他很努力的想让我爸看见，幻想着只要他足够出色，就能让我爸回家跟我妈还有我们团聚。但是我妈去世之后，他变得更加固执，更加极端。所以上大学后，他的风头才会被优秀的你抢走，才会那么气急败坏。子轩姐，你要是准备拿这个开脱给陈钟森洗白的话，我觉得没必要。毕竟我吃的苦可比他多得多。所以我才选你啊。钟森一直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可怜的小孩，他越来越孤僻，越来越不像话。所以我想请你帮我改变他，让他知道其实他没有那么可怜，他应该变得坚强，学会真善美。你说坚强我倒是能理解，看真善美，子轩姐，你怕是找错人了吧？是吗？从你对你奶奶的爱，你对林悄悄的不计前嫌，如果这个不算真善美，那什么算？星爵，其实我真的不在乎什么所谓的真家产，我在乎的是我们唯一的弟弟。帮帮我，星爵，你帮帮钟森。帮帮我，星爵，你帮帮钟森。我现在再问你一遍，你想不想为你妈妈出气？我想又能怎么样？我能赢陈长胜吗？更何况那个女人。所以子轩姐找了我，有我在，你就有赢的可能。怎么赢？告诉我，无论什么我都愿意做。首先，第一步，跪。什么？跪下！从现在开始，你就得入戏。我夏新菊是你的合法妻子，我们两个有共同目标，就是争赢陈昌胜，还有那个女人，为你郁郁而终的妈妈争口气。钟森和新菊怎么还没来？钟森不会怯场了吧？有新菊在，你们就放心吧。姐，我们到了。他们要来了。诸位，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今天这对新人入场。真是郎才女貌啊！恭喜大小陈总，多谢各位。都瞎喊什么呢？他们姐弟在陈家的地位，你们心里没数吗？都瞎喊什么呢？他们姐弟在陈家的地位，你们心里没数。陈周倩，子轩姐在。大哥，今天这大喜的日子，你该不会是要来砸我们场子吧？这是我爸跟他第一个老婆生的儿子，陈昌胜。子轩，别装了，你那点小心思别人不懂，难道我还不懂？
今天可是爸的遗嘱正式宣读的日子，你突然搞出这么一场婚宴，还把负责宣读的律师和监督执行的股东全部都请来，这不摆明了要让他们在你这里宣读遗嘱？宣读遗嘱而已，在哪里有什么区别呢？毕竟这法律效力可都是一样的。我是怕有的人误以为这就是什么主场优势。还有这个新娘，她该不会就是你们找来争家产的外援吧？众所周知，你们中森是出了名的不成器，现在突然冒出个太太来，确实让人怀疑。大哥陈昌盛是吧？我跟中森这婚结的确实有点突然，但是啊，我们两个是真心相爱的。要不把结婚证给您看一下？没兴趣，你们姐弟俩随便怎么折腾，我都不放在眼里。我的对手从来只有那个女人。大哥，这大喜的日子就别说这些扫兴的话。你说我们一家人聚在一块儿热热闹闹的，不好吗？来，让我们一块儿举杯。姐妹怎么不叫我呢？呀，最爱凑热闹的那个人来了。这就是那最厉害的女人跟她的儿子陈继宗。妈，小仙，你是不是太见外啊？怎么了，新菊？新菊，没事吧，新菊？没事，说话了。岁岁平安，新娘子，是不是大喜的日子太紧张了呀？哎呦，我们新娘好漂亮啊！中森，你好有福气。哎，妈，她长得跟你有点像，跟哥哥姐姐的妈妈长得也像。新娘子确实面善，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你叫什么？您不知道我叫什么？我们认识吗？应该是认识的。我叫夏新。哎，妈，何律师和3个股东到了。新觉，你没事吧？你看着好像不太对劲啊。你认识那个女人吗？思萱姐，我好像又多了一个帮你赢的利益。你放心，家族争夺战，我一定全力。我很期待。今天我们4人到来，不仅是为了参加3少爷的婚礼，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目的。想必在座的陈家人都非常清楚，今天是陈董事长遗嘱约定宣读的日子，而我作为代理律师和3位股东将会共同见证这份遗嘱的宣读和执行。遵照陈董事长的遗嘱，陈家的3个儿子昌盛、继宗和中森将会在3个大股东的共同见证下展开一场商业竞赛，胜利者将会独得陈董事长的全部股份，而余下2位将会各自分得30亿不动本信托作为生活费，但之后不得再参与陈氏集团的运作。爸可真够狠的，这不是逼着咱们3兄弟争个你死我活吗？这么多年没联系了，谈什么兄弟情啊？妈，我们接下来就由3位大股东详细说明这次竞赛的具体内容。各位，众所周知，我们陈氏主营电商，但这几年业务增长见顶，为找到新的增长点，经董事会研究一致决定发展外卖业务。所以这次竞赛的内容很简单，3家分别经营一家独立的外卖平台，3个月后哪家的用户规模最大就是赢家，获得董事长全部股份，入主陈氏。这次竞赛就从今晚0点正式开始。何律师，4位股东，既然今天大家都来了，那就喝杯喜酒吧。二小姐，我们还有公务在身，和3少爷道声喜就要离开了。3少爷，新婚快乐！恭喜恭喜！都这样了，就别装了，开战吧。我呢，想走一步。子轩、中森，
谢谢你们的邀请。钟森，阿姨祝你新婚快乐，百年好合。呢？哦，这是阿姨给你红包，饭我就不吃了，先走了啊。谁要你这个女人的红包？哎，人有错，但钱无罪。这个红包是他给我们的，你不要，我要。乔乔，说好。你要是想要，整个陈氏集团都可以给你，你非得拿。行行行，给你。诸位，今天我们陈家的家事让各位见笑了，实在是不好意思。不过婚宴继续，大家吃好喝好，不要见外。不过我们这个主人家就得先走一步了，还说招待不周。理解，大小陈总，时间紧迫，你们去办正事吧，加油。走吧，事不宜迟，赶紧回家商量对策。子轩，咱们兄妹俩聊聊。大哥刚才不是说要走了吗？怎么去而复返了？我走不走的无所谓，我这不是怕你们不舍得我走。陈长生，你要是阴阳怪气，就自己回家应用去，这里不欢迎你。别冲动，大哥去而复返，肯定有他的道理，我们不妨听听看。看来我这位新弟媳说话颇有分量。子轩，现在是你做主还是他做主？都一样。既然如此，那我就开门见山。现在这场商战是三足鼎立，你们和那个女人是死对头，而我比较中立。你们不觉得以我联手一起打败那个女人才是最优解吗？大哥这个提议确实好，不过大哥为什么选择我们不选他呢？毕竟他的本事可比我们姐弟大多。我说出来你们可别怪我，要不是因为你们罪错，陈继宗那个小屁孩根本就不管事，一切都是那个女人在背后把控。他能拿捏陈氏这么多年，确实厉害。说实话，跟他单挑我没信心，所以我选择跟你们联手，一起打败那个女人之后，再跟你们单挑，胜算很大。大哥想怎么合作？互通有无，必要的时候联手打呀。合作愉快。姐，陈昌盛欺人太甚，什么叫我们最弱？他要说的不是事实，子轩姐也不会来找我。陈中森，正视自己，才是变强的捷径。走吧，回家，战斗要开始了。新觉，那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做？我想我们三家的起步都差不多，都是正常的营销策略，做一些补贴，吸引用户注册。不过刚开始，我觉得我们不要太着急，还是要静观其变。毕竟这是一个长达3个月的商战，如果一开始我们搞太大动作的话，恐怕会适得其反。行，听着。赵一凡，怎么样？搞定！你们来看大屏幕。你们看，我做了一个程序，会实时反映我们3家外卖平台的用户数量。红色是我们，蓝色是陈昌盛，黄色是那个女人和陈继宗。现在3家平台刚刚上线，用户数量都差不多，都刚过6万，然后保持着每小时几千人的数量增长，完全拉不开差距。赵一凡，你可以呀，这3年没白费。毕竟我是要继承家业的人，新觉，我很可靠的，你一定要相信我。新觉，他那些都是手底下程序员做的，这功劳可不能算他的。孟慧，你别吵他。我觉着大脑袋说的对，没说你。行了，你们3个别闹了，咱们现在是有正事要做的。对了，刚好我说一下我们平台的推广。我的初步想法是，丽丽姐，你快看，陈继宗家的数字忽然疯涨，用户突破了10万。什么？这女人做了什么？她怎么回事？模仿？
不是魔法，是减法。王新梅搞了个100亿补贴，他们平台的奶茶只要1块钱，现在已经上热搜了，大量的用户直接涌入。疯了吧？1块一杯奶茶，平均每杯他们要亏10块钱，这不得亏死呀？这10万人亏损就是100万，陈氏就算再家大业大，也经不起他这么一直掰啊。王新梅有点东西啊。心怡姐，你想通了？这王新梅是精确地解读了这场商战的规则，她不会一直亏损下去，因为你们别忘了，这场商战我们最后要看的是3个月后的客户规模，所以3个月后只要他们赢了，那他们掌管了陈氏，这点小小的亏损对于他来说根本不算什么。看来他为了赢是真不择手段。那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需要继续跟进吗？紫萱姐，你别忘了，咱们还有个盟友，给陈昌盛打个电话，问问他怎么说。说曹操，曹操到。大哥，你打过来是为了王新梅的行动吧？这话你疯了！为了赢这么少钱，我可受不了。这皮家家产都被他败光了，哪怕小到了又能怎么样？紫萱你听好，我们可千万不能跟他一起放。等他把钱烧的差不多了，我们再一起上工，知道？好，那就听大哥的。幸好跟陈昌盛联盟了，不然我们就陷入被动。2个对1个，优势在我。事情恐怕没那么简单。哎，兰子，陈昌盛家的数字也开始疯涨了啊！他们也启动了100亿补贴计划，1块钱一杯。昌盛这个骗子，不是他自己打电话过来说不搞的吗？不愧是我们的好大哥呀，还是一如既往的当面人背后鬼。真是服了你们陈家人。新爵，现在什么想法？不就是烧钱吗？我们也烧。不行。为什么？紫萱姐，我们这3家资金的对比大概有多少？我们最少，大哥的话至少是我们的2倍，而王新梅掌控集团多年，资金最为丰厚，往少了估算，至少是我们的3倍。所以我们不能少。这个就是王新梅的一场阴谋。如果我们被他牵着鼻子走，参与了100亿补贴，那我们就会资金断裂，提前离场。可是我们也不能坐以待毙吧？他们的平台已经突破了20万的用户，而我们只有3万。紫萱姐，你觉得他会继续烧3个月吗？不会，恐怕他们不超过2个月，自己就会停手。这就是一个心理战。陈昌盛沉不住气，等他反应过来，资金都烧了1大半。我们也不能干看着吧？你自己说的，比赛的限期为期3个月。如果王新梅他们撑住了这3个月怎么办？确实，王新梅掌管陈氏多年，人脉很广。如果他是为了赢找别人借贷，恐怕真能撑过去。心怡姐，你肯定已经想好对策了吧？对策没有。不过王新梅给咱们使阴招，那咱们就将计就计。听好了，这次100亿补贴，我们不但不参与，还要给他加把火，给他做一个更大的影响，让他的100亿补贴做大做强。什么？怎么样？另外2家跟进100亿补贴了吗？王总，陈昌盛第一时间就跟进了，他现在投入的资金规模甚至超过了我们。陈昌盛就是个鲁莽，紫萱呢？
陈子轩、陈中森他们没有任何动静，还是如常做推广。哦，妈，估计是哥哥姐姐知道自己烧不起这个钱，论资金他们是3家最少的，当然要精打细算了。他们知道烧不这钱，就已经赢过陈昌盛。不过论烧钱的话，他们2家加起来都比不过我们。只是可惜了，这姐弟俩这么冷静。看来这场商战不会很快结束了。王总，还有个异常现象要向您汇报。我们发现有大量的人通过我们的外卖平台下单奶茶，我们追踪了一下，其中一批人的收货地址都是陈子轩的养老院、公司和工厂。什么？妈，哥哥姐姐都带着公司的员工和老人去薅羊毛了，那他们要喜欢的话，我们请他们喝就好了呀。他们下单了多少？在过去10分钟里，他们留下了足足10万单，我们为此亏损了100万。什么？10万单，也就是说，在过去的10分钟里，我们用10万块换了王新梅100万。那就算他的资金是我们的10倍，那也能好啊。更何况，区区的3、4倍。你们现在发动所有人，不停的下单，立刻马上越多越好。好。秘书，让公司所有人买奶茶。对，我买单。现在立刻马上，家里能动弹的所有人，去王新梅的平台买奶茶。别废话了，抓紧时间买奶茶。经理姐吩咐的，还能坑你不成？是这儿吗？哎，对，就这，哎，就这个地方，你们点一下，1块钱就能够买一杯奶茶。哎嘿嘿，你们自己不喝没有关系啊，可以给儿子、儿媳、女儿、女婿还有孙子喝，他们年轻人啊就喜欢喝这个。就是真便宜啊！哎呀，真好。哎，好了，太便宜了。立刻给我封禁陈子轩和陈中森2姐弟，不，还有陈中森那2个发小赵一凡和某辉这2个用户，禁止他们在我们平台下单，快去！是。你们还不快去干活？是。妈，这是为什么呀？你不懂，我们是被陈子轩给反将了一局。不对，陈子轩不是这样的风格，陈中森也没有这样的头脑。难道是那新媳妇儿？秘书，你有陈中森那媳妇儿的资料吗？调查好了，王总。夏新菊，夏新菊，怎么会是他？妈，你这是怎么了呀？你别吓我呀！王总，您这是……你们别说话，都出去，让我冷静冷静。王总，都出去！马少爷。小角色，怎么会是你啊？季姐，我这边账号全部被封禁了。我也是，这个王新梅也太明白了。新菊，对不起，我这边也一样。新觉，养老院这边也是一样，这次行动被迫终止了。没事儿，都别沮丧。
这王新梅要是不发现，我还觉得奇怪。潇潇，咱们一共下了多少单？欣欣姐，23万单。23万单，那就是230万。不错，很好的成绩。但是我们现在的用户数量只有20万，其他2家都已经超过100万了。现在行动被迫终止，接下来该怎么办？接下来我们不干了，就按原来的计划继续执行。剩下的该吃吃，该喝喝，该睡睡。啊？我们就这样干看着，什么都不做？对，我们要等一阵风。风？我还有事儿要出去一趟，你们先休息。说吧，找我来什么事儿？小橘子，你来了。陈太太，只有我的亲人叫我小姐，还是请你叫我夏小姐。小橘子，是我呀，我是妈妈呀。在婚宴上你不是认出我来了吗？当时你怎么不跟我相认？我要是早知道是你，我一定什么？一定会再次抛下我？还是说你害怕你那个宝贝儿子知道有我这么一个便宜姐姐落荒而逃啊？不是的，小橘子，我当时离开你，我是有我的原因的。不用解释，夏建功他是个人渣，要是我跟你一样，我也会跑。哦，对了，忘了告诉你，我把他送下去，不用谢。小橘子，我再说一遍，叫我夏小姐。夏小姐，这些年你都是怎么过来的呀？还能怎么过啊？跟奶奶相依为命，被夏建功折磨，孤苦无依，艰难着。哎，我原本以为啊，我妈妈跟我一样，在世界的某一个角落里面艰难求生，所以她才没来找。但是你知道怎么着？我没想到有一天，我们两个见面了，她成了豪门阔太太，还生了那么一个宝贝儿子，甚至啊，她还霸占着别人的家产，成为了家族争夺战的大 boss。陈太太，要是你是我，你怎么做？夏小姐，我想你的妈妈是有她的苦衷的。你妈妈要在豪门立足，很难很难。好不容易母凭子贵，站稳了脚跟。可你妈妈的前夫，他就是个人渣，他没有收入，居无定所，而且为了躲避债主，到处东躲西藏。要找到他真的很难。夏小姐，你能理解我吗？理解啊，我当然理解你了。我从小到大一年大概能换3、4个住所，没有朋友，孤零零的长大。哎，你儿子他应该从小是被簇拥着长大的吧？这种感觉真让人羡慕。陈太太，该说的我也说了，咱们俩是竞争对手，本不该见面，那就商场上见真章。夏小姐，夏小姐，我想说的是，其实
我们没有必要斗个你死我活。季宗是我儿子，你也是。说到底，我们是一家人，谁输谁赢，结果不都一样吗？所以，你是打算让陈继宗认输啊？不是的，我只是想让你说服陈自轩和陈仲森姐弟，让他们弃权。到时候我会让他们进入陈氏的董事会，我也会分给他们一些股份。陈太太，看来你不了解我。陈子轩、陈中森，他们两个人不是下贱狗，他们两个没有辜负我，所以我不用逃。咱们两个其实是一类人，懂人心，有城府，所以别跟我打亲情牌。我在商场上六亲不认，更何况一个抛弃我。小橘子，不是这样的，小橘子。星爵，星爵，你去哪儿？电话也打不通。怎么，真没你当我老公了？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担心你。星爵，你失踪的这几个小时里边，我们大家真的都很担心你。哎呀，我又没事儿，担心我干嘛呀？就按我说的，该吃吃，该喝喝，该睡睡，别傻站着。哦，我困了，先回去睡了。哎，不是说睡觉吗？怎么看上风景了？越来越没规矩了，随便进我房间。我们是法定夫妻，我进我老婆房间给她送杯喝的，不犯法吧？你最爱的特制柠檬水，水白糖加一点柠檬汁，水是温的，柠檬呢是去菜市场买的最便宜的柠檬，非常的酸。你怎么知道这个？我奶奶告诉你的。她说你小时候羡慕别的小朋友有可乐喝，因为家里穷，所以你妈……反正是你不开心的时候最爱喝的饮料啊！还有，夏奶奶说了，不要多喝，防止蛀牙。谁说我不开心？千一菊，那天我看到了你看王新梅时的眼神，是既惊讶又伤心的眼神。你认识他对吗？你调查我。你认识他又不想说，说明你不想提。既然如此，我为什么还要查呢？那不是揭你伤疤吗？这种事儿我干不出。陈中森也没发烧，怎么这么有人情味？是，我以前不是人，我是混蛋，所以请不要为我这种混蛋害得你不开心。谢希菊，你是自由的，在这个世界上不应该有任何的负面情绪可以困住你。
你爱上我了？你胡说八道些什么呢？我是我姐派来安慰你的啊，别自作多情。行，那你可要好好替我谢谢子仙姐。我好多了，谢谢。怎么了？大清早的脸色这么难看？新菊姐，半个月过去了，我们和其他两家的差距越来越大，大家都很担心。新菊，你肯定有什么打算，对不对？我们跟森哥兄弟一场，都不希望看到他输。大脑袋，四面瘫，你俩现在相信兄弟情来了？新菊，我记得你说过，你在等一阵风，那阵风到了吗？巧巧，我之前让你准备的东西呢？哦，准备好了。欣欣姐，你看。行，风到了，收拾收拾，准备出发。去哪儿干嘛？告状。局长，我们可都是合法合规、正当经营的企业。您今天突然把我们拉过来，该不会是有人在背后诬告吧？妈。哦，是啊，那个局长，我也很好奇，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让你如此心生动容呢？别问我了，你们自己看吧。我们都被这百亿补贴害惨了，每天都爆单，根本做不过来，利润一点没涨，店员们都被累病了。现在看到奶茶单子都怕，我的，根本抢不过来，什么单号根本看不过来。哎，茉莉奶绿，茉莉奶给我一，我的茉莉奶绿，茉莉奶绿，哎，还有一本，别洒了，茉莉奶绿。你们有什么话好说的呢？这不挺好的？我们两家的百亿补贴搞得红火嘛！胡闹！胡闹！你们这是扰乱市场秩序，已经给正常经营的商家还有外卖从业者制造了麻烦，还有大量食物浪费。今天找你们来，就是让你们停止这种无序的价格战，让市场回归正轨。你们都应该跟他们学习，做外卖平台，不应该竭泽而渔。谢谢局长夸赞，我们绝对不会进行无序的价格战去搞内卷，会为了营造良好的商业竞争去做贡献。很好，你们呢？我们一定整改。你们收不起钱就告状，我可真不要脸啊！遵守行政法规，检举无序竞争，这是每个从业者的合法权益啊。当初提出结盟的人是你，结果转头就背叛跟别人搞百亿补贴的人也是你。你说这不要脸的人谁啊？什么？大哥，你不是说跟我们结盟吗？你这也太过分了吧！你们的商业手段很出色，远超我的预期。以前是我小看你们了。王姨，事到如今才说这样的话，是不是有点晚了？可能是吧。现在我说什么都晚了。行了，还有2个月时间，商场上见真章，别说废话。
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做？接下来当然是轮到我们搞百亿补贴啊！新局，你们现在搞百亿补贴是不是典范作案啊？哎，你别打岔，新局这么做肯定有他的用意。我懂了，你要补贴的不是消费者。你顿悟了？我又不蠢，夏新局你肯定不会干一些违法违纪的事情，那补贴的只能是其他人了。我们这次补贴的是商家，而且不需要补贴太多，只需要比其他平台少2块钱。这次我们不仅仅要补贴奶茶，还要补贴其他的品类。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花的钱不会比他们搞1元奶茶少，但是效果却很显著，因为点那些外卖的消费者最后都会得到实惠。而且我还有一个绝招，瞧瞧，各位，这就是新菊姐筹划多时的终极策划——凑好饭。凑好饭，外卖其实它都会有固定的时间，还有固定的区域，那是因为点外卖的大部分都是打工人，他们吃午饭还有晚饭的时间基本上都是固定的，而且固定的区域就在办公楼。我们这个凑好饭就是通过算法还有人力的配送，优化了外卖的配送方式，把一个地区的外卖单子全部都集中起。我懂了，凑好饭就好像把一栋办公楼里的陌生人凑在一块儿，凑成一个大的，对吗？没错，我们要用最少的人力配送最多的单子，减少配送费，而且这样还能让在我们平台下单的这些消费者节省2块钱，相比于其他2个平台那就是4块钱，一天至少是8块钱，那1个月就是170块钱。月入5000的普通人来说，这已经是非常可观的优惠了。之前他们搞百亿补贴已经烧了很多钱了，按我们现在资金规模已经差不多了，完全可以跟他们耗下去。这个陈昌盛应该是最早出去，因为他最无谋无德。不过这鹿死谁手，就要看看你们怎么执行我的凑好饭。贤君，你放心，我们绝对不会辜负你的付出。子轩姐，什么辜负啊？这争家产的是你们2个，又不是我最多就是个合伙者。反正该做的我也做了，剩下的事情就交给你们了，我就静候佳音。走。行了，我们一起努力，绝对不能让新局策划的一切付诸动力。加油！我一定要让你们付出最大的代价！怎么样？3个月时间到了，鹿死谁手啊？姐，要不还是你来说吧。哎，金姐，跟你之前预测的一样，这1个月前陈昌盛就因为资金链断裂率先被淘汰。不过这王新梅跟我们用户数量咬得很近，因为他完全就照搬了我们凑好饭的模式。商业嘛，模式都是谁好他用谁。不过到最后还是要看谁的资金链更好，看谁执行力更好。那结果呢？结果很微妙，我们差距不大，不过根据我们自己的统计，是5万。也就是说，结果还没出来，要看律师怎么讲。行，那再等等，我先上去睡会儿，太困了。等一下，姐，西局，
结果出来了。何律师，让我们现在去公司。行，走。都到了，那就开始吧。陈章胜呢？大少爷已经知道结果，不来了，还说了一些难听的话，我就不转述了。说不起，破防了。我还给他准备了不少阴阳怪气的话送给他呢，可惜。好了，出乎我们的意料，最终你们双方的用户数量很接近。我们找了全国最顶尖的审计团队，经过连夜的反复核查，最终得到一个最有公信力的结果。现在，我就要宣布这场基于陈董事长遗嘱所展开的商业比赛，最终的获胜者是。等等，我有话要说。太太，你有什么话，不妨在我宣布完结果之后再。那就晚了。何律师，我要说的是，我和季宗决定弃权。什么？什么？太太，您可要考虑清楚了。陈氏集团价值超1000亿，陈董事长独占90%的股权，价值约900多亿。您要是现在弃权，那么陈继宗少爷只能得到30亿的信托。我考虑得很清楚，这段时间我和季宗都在讨论这个事情。季宗他并不了解商业运作，即使我们赢了，由季宗继承家产，最终陈氏还是得由我来打理。这不是我先生陈董事的初衷。季宗他更喜欢自己从事的动画产业，所以我母子决定就此放弃，将陈氏的控制权交给子轩和钟森。他们在这次的竞赛中展示出了高超的手段和商业素养。陈氏在他们带领下，我相信会走到更高的地方。子轩、钟森，恭喜你们！既然如此，那么比赛结果也无关紧要了。二小姐、三少爷，恭喜你们！以后你们就是陈氏集团真正的主人了。季总，我们走。姐、哥，希望从此以后我们能够真正的成为一家人啊！妈，这是怎么了？没什么，夏小姐找我有事呢，你先上车吧。哦，好。夏小姐，你找我有什么事吗？这话该我问你吧。包新梅，弃赛什么意思？你是怕我输不起，还是怕你输不起啊？星爵这怎么？对方弃赛，不应该高兴吗？不好说，新局啊，还是心思太缜密了，目前我还猜不透。我第一次见新菊姐这么失控，或许新菊跟那个女人有什么关系？够了！新菊是我们的朋友，朋友不应该打听朋友的隐私，所以我们走吧。等新菊处理完自己的事情，到时候会来找我们。走吧，走吧，走吧，哥是走吧。现在大局已定，谁输谁赢已经不重要了。这对我很重要。包新梅，
现在就算是我赢了，我也觉得不光彩。我告诉你，就算没有你，我也可以活得无比强大。我不需要你，我不需要一个抛弃过我的人来同情我。小橘子，我知道你很强大。如果当初我跟你一样强大的话，我就一定不会丢下你一个人自己走掉。我会带着你，哪怕遇到再多的问题，有我母女一起，都会一起面对困难。我也不会像现在每天在愧疚中生活。你少说这些鬼话，你不需要。我需要，我想得到你的原谅，但是我知道我不配，所以我弃才。小橘子，当初我是因为我的人生而放弃了你，所以现在我想舍弃当初抛下你得来的人生。这样你是不是能原谅我？王新梅，我说过了，别跟我打亲情牌。我这个人六亲不认，更何况我跟你之间没有亲情可言。我知道，冀宗也是你的儿子。什么？这个结果对他不公平，就像你当初抛弃我一样不公平。这个结果恰恰是冀宗提出来的。他知道我私下跟你见面以后，就知道你是我的女儿，是他的姐姐。你说什么？我和冀宗在陈家的日子没有你那么苦，但也没有你想象那么风光。我和冀宗的爸爸不是子轩和钟森想象的那样，我们的开始是因为他们的妈妈困在豪门中做金丝雀的生活而感到了厌倦，而冀宗的爸爸只是觉得我跟他有几分的相似，便在酒后与我发生了关系。后来我怀孕了，却被强行的扣押在了陈家。什么？那时候我被关在陈家的一个别院里，不得外出。我本想着冀宗出生之后，让冀宗爸爸同意我去找你。可是我每次提起这件事情，他都会大发雷霆。他不要我想着过去。我知道我不能再那么下去了。为了冀宗，为了掌握主动权，为了能找回你，我必须在陈家站稳脚跟。从此之后，我用尽手段去约冀宗爸爸，直到他让我进入陈氏。我在陈家立足后，也是冀宗5岁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便开始努力的找你，可是夏建功那个王八蛋东捉西藏，我派出的人无功而返。等冀宗懂事后，我便悄悄地告诉他，他还有一个姐姐。他知道后，他非常的开心，他也希望一直期待与你见面。就在婚宴后，他发现我的情绪不对，也知道我私下跟你见面以后，他一下猜出了你的身份。从那开始，冀宗也有了弃权的想法。这也许对冀宗来说，也是对你的弥补吧。不关心事。小橘子，他是无辜的。如果有一天你愿意叫他一声弟弟的话，他会非常的开心。什么叫有一天？你有打算抛下我？你说什么？别有一天了，就今天，我会带奶奶来的。
但我家种花蛇在前面，奶奶说不定会揍你。反正过去10几年，奶奶没少办。小姐姐，你打我也好，骂我也好，我都愿意，我愿意。妈，后面就是很俗套的事情了。我带着奶奶，我妈带着陈继宗，我们一家人相认。奶奶痛骂了我妈一通，不过她老人家心软，最后还是跟我妈抱在一起，给夏建功那个混蛋的所作所为道歉。紫萱姐和陈忠森赢得了继承权，最终股权2姐弟平分，不过还是紫萱姐当上了董事长，主持大局。至于我和陈忠森的假结婚，今天也要落幕。怎么了？我们一定要离婚吗？家产都帮你争完了，不离婚还凑着过。陈忠森，你该不会是爱上我了吧？行了，咱们速战速决，这离婚冷静期还有30天，我可不想当。是。这什么？我是爱上了你，所以我不想离婚。你胡说八道什么呀？你在这个时候开这种玩笑可没意思啊！你别忘了，当年你开这种玩笑，我怎么找你的？我没开玩笑，新菊，我是认真的。其实从大学的时候我就喜欢你，不敢承认，是因为怕其他人笑我，所以我才搞了一个莫名其妙的赌局。夏新菊，当时是我太幼稚了，但现在的我，现在的你也一样幼稚，剩下的就别说了。不，我要说，夏新菊，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只要你愿意，我可以把陈氏所有的股份都给你。夏新菊，答应我。你疯了？陈忠森，我们把你当兄弟，你就这么整我？你们怎么来了？幸亏来了。你今天说了，你老老实实的和新菊离婚，你就这样离婚的？新菊，你千万不要答应这种2面3刀的男人。枉费我那么相信，多亏我亲自来现场看了你，不然我一辈子的幸福就被你骗了。新菊，别选他，选我。新菊，他们2个都不是你的良配啊！你们3个，你们3个半辈子的兄弟情，为了一个女人就毁了，不值当。新菊，为了你，这辈子的兄弟，我们没错了。不知道呢。姐，悄悄，你来得正好，赶紧帮我拦住他们3个，他们3个都疯了。新菊姐，我来是想告诉你，不管你选择嫁给谁，我这辈子都想跟着你，当你的助理，当你的小迷妹。悄悄，新菊，给我一次机会吧。新菊，选我。新菊，我才是你的命中注定。新菊姐，不要离开我。有你什么事儿？你跟你那个大毛的照片没有关系。你以为你怎么想？小橘子，上车吧。小橘子，快上车。姐，我们来叫你了，上车。不会的，你拜拜。新菊，
新居，新居。小橘子，接下来想去哪儿？我们一家人都会陪着你。对啊，姐。小橘子，快说呀！我的征途是星辰大海。